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曾利用科技与动漫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日本科技奥运的理念，征服了世界观众。然而2020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却差评如潮。日本筹备奥运会6年多，期间经历了多次换剧本和换导演，其中有一场胎死腹中的开幕式是由女性编舞家 Mikiko 策划领导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Mikiko 的开幕式版本吧。日本当红女子组合 Perfume 在立体投影技术下的东京街景中上台表演，现场呈现的效果是如此的绚丽多姿。随后演员三浦大知驾驶道具车入场，与扮演东京站工作人员的舞者一同表演，展现新东京联结的主题，大有克洋最新创作的新东京。演员手持光杖表演舞蹈。之后回顾1964年奥运会影片，女艺人渡边直美一边舞蹈，身后大屏幕会出现 Ready 的字样。天皇致辞宣布开幕式正式开始，舞台空中投下象征和平的纸飞机。超级马里奥和宇宙入侵者2款经典的游戏希冀形象会一同出现，成为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舞台中央火炬手点燃冬奥主火炬。原本这个台本已经深受国际奥委会的认可，然而一切差不多准备就绪， Mikiko 却丢了大拳。而现在大家看到的简朴版悼念新冠去世者阴风渗骨的开幕式是由日本电通公司的佐佐木宏策划导演的。本届奥运会的成本280亿美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是68亿美元，280亿美元的巨资可以办4场北京奥运了。然而只有10亿日元的观看效果，并且节俭和环保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奥运健儿们睡的纸床板由再生材料制成的，是由日本一家著名家具公司耗时1年研究设计而成。看着轻薄，实际比木头坚固，通过了200千克的压力测试。奖杯是由民众捐助的废旧手机和电器进行金属再提炼而铸造的，同时氢气火炬也体现了环保这一元素。圣火是由奥运历史上首次以氢气为燃料的圣火，由日本大型能源公司控股提供技术，也许这会成为本届奥运会最难忘的创意经典吧。氢能是一种2次能源，是公认的清洁能源，作为低碳和零碳能源正在脱颖而出。21世纪，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等都制定了氢能发展规划，利用奥运平台推出日本的氢能技术。此外，还有氢能汽车、全方位氢燃料能源系统的氢能小镇。奥运村内配有100多台氢能源无人驾驶电动车，这也是日本首次在新市街区大范围推广使用氢能源。2020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是史上最烧钱的一届夏季奥运会。去年被曝光本届奥运会总预算为 1.6万亿日元，巨大的成本投入进去，但疫情却泼了一盆冷水。本届奥运会超过 97% 的比赛都将空场举办，这意味着整个奥运会大概900亿日元的门票收入直接打了水漂，差不多人民币 57.5亿元的损失。还不止门票，还有参加者90%以上的消费，东京奥运会周边消费以及大量的旅游消费，再加上延期1年举办的各种费用，总损失达到1450亿日元，这可以堪称历史上损失最惨的奥运会吧。奥运比赛即将接近尾声，日本的疫情也是突飞性的增长。昨天一天，东京的感染者人数增为5042人。希望我们的奥运健儿都能平安地返回到自己的祖国。目前中国的金牌数第一是34枚，奖杯总数是美国第一为90枚。希望世界各国的奥运健儿们都能平安地返回到自己的国家，预祝奥运会圆满成功。